未婚妻带着彩礼连夜跑路后，我反手就抓来了刚考上大学的小姨子来顶包，并威胁道：“你也不想你姐姐因诈骗而坐牢吧？”钱是我的未婚妻杨晴收了500块钱的彩礼和3金后连夜跑了，导致第2天婚礼上没了新娘。我们家被村里当成了笑话议论了好多年，如今我却重生到婚礼前1天。我赶紧对爷爷等人说：“别收拾了，新娘子已经连夜跑路了，明天的婚结不成了。”爷爷李卫国瞬间皱起眉头：“别胡说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胡咧咧，传出去可要被人笑话。”我爸也气得不轻，上前就要打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胡闹？孩子这话可不敢乱说，多不吉利。要知道农村人的嘴巴可以杀人，他们不仅喜欢看热闹，也喜欢背后嚼舌头。哪家过年没吃上肉，可能都会被嘀咕好长一段时间。如果结婚当天没有新娘子，那乐子可就大了。我没胡说，杨晴的娘们已经跑了，去了省城打工。此时在屋子里的都是自家人，不是亲戚就是村里沾亲带故的叔叔婶子。闻言不由个个惊讶，我爸也着急了起来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杨家怎么能这样？爷爷李卫国也是脸色阴沉起来。他们杨家怎么能这么干？不地道，太不地道了！这是要逼死我们李家呀！不能让他杨家这么欺负人。爷爷李卫国当过兵，在村里很有威望，阴沉着脸吩咐一名中年男人：“姚人二狗子，你把咱村的小年轻都叫过来吧，让三子他们把车开过来，我们一起去杨木庄找他们姓杨的讨个说法。”我妈哭起来：“咋就出这么个事啊？这让我们李家以后怎么做人了？”哭，这时候哭个啥？我还不能哭了，明天婚礼怎么办？新娘子都没了。没了就没了，没了再找。就是说的倒轻巧，咱们老脸都丢尽了。那能怎么办？事都出了，你哭个屁啊！我见爸妈吵起来，当即说道：“没事，杨晴跑了，她不是还有个妹妹杨雪吗？就让她妹妹顶包当咱们家的新娘子。她家要是不答应，就砸了她家的锅，拆了她家的床，掀翻她家屋顶。她要是不同意，就把她绑过来。无论如何，明天结婚必须有新娘子。”二龙，你想让你小姨子替嫁，这能行吗？姐姐跑了，让妹妹顶包替嫁，怎么不行？二龙的小姨子我见过，特漂亮，还是大学生，绑过来做媳妇最好不过。我看行，他们家要不同意就来硬的，总不能让咱叔家明天结婚没有新娘子，丢人现眼来的好。我爸第一时间是想反对的，但见我目光灼灼，心下不由一动，也有了同样的心思。杨家1儿2女，就属3女儿杨雪最漂亮，而且还是个大学生。如果李家能娶个大学生，那可再好不过了。80年代的大学生可是稀罕物，儿子不争气，没考上大学，能娶个大学生儿媳妇，那以后生的孩子指定也能考上大学。啥也不说了，这主意我看行，事不宜迟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对，别再让杨家小女儿也跑了，那就啥也捞不着了。思绪只是那么停滞了片刻，众人也都跃跃欲试起来。一来这是大热闹，二来农村平常没啥事，好不容易碰到事了，还是帮自家亲戚出头，自然个个摩拳擦掌。此时月朗星稀，杨木庄2排的杨家正心烦意乱，几个人在屋里来回踱步，重返1980年，再次面对未婚妻在结婚前夕跑路。我果断带着全村的老少爷们杀到了他家门口。既然老大跑了，那就让上大学的小姨子替嫁。杨家的人给我滚出来！谁啊？大晚上的敲什么敲？杨家的给我出来，不然老子踹门了！我气势汹汹地朝着院内喊话，这个家门我可登过不少次，当年为了讨回3金彩礼，天天跑过来闹，但杨家的人就是不还，今天必须先声夺人，要镇住杨家，不然3金要不回，明天结婚又没有对象就亏大发。别废话了哥，上门吧！快开门，不然砸你家门了！杨雄皱起眉，谁呀？大晚上的来我家找事？他听声音便知道外头有不少人，心里不禁犯嘀咕，吩咐儿子杨广：“你一会翻墙头去把王胖子找过来。”王胖子是他家亲戚，附近的大混子。这时候我爸开口了：“杨雄，我是李元朝，快开门，有事找你商量。”杨雄立马察觉是亲家找上门了，定然是自家女儿逃跑被发现了。但2村隔得挺远，女儿傍晚跑的路怎么这么快就传到那边了？但还是强装镇定：“李元朝，你带这么多人是想干嘛呀？想打架吗？当我们杨木庄没人了是吧？”我此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：“爹，你让开，让我们撞开他家门。”杨雄一听我们打算撞门，立即从屋内出来。他看见我们这么多人，个个气势汹汹，心头不由一紧。你们想干嘛？别乱来呀！杨广此时跟个狗一样悄悄溜走了，边跑边喊：“大家伙儿快出来呀！李家村打过来了，快出来呀！”我根本不在乎跑出去叫人的大舅哥，而是怒视杨雄这个便宜老丈人。杨晴呢？杨雄不禁瞪眼：“小混蛋，怎么和我说话呢？书都不知道叫了。”叫个屁！你女儿是不是逃跑了？我丝毫不给他一点好脸子，上辈子这老家伙没少给自己添乱。老爷子李卫国站出来望向杨雄：“小杨，你家女儿呢？明天咱们2家就要成亲家了，把我那孙媳妇叫出来让我看看吧。”杨晴她出门买东西了，明天早上就能回来。爷爷李卫国心里一沉，看来二龙说的是真话，杨家大丫头真的跑了。周围人也同样如此猜测，个个眼神不善起来。去哪里了？快让她回来，别是跑路了吧？你们杨家可别做人不地道。杨雄依然嘴硬：“我女儿怎么会跑？她明天可就要结婚了，
是你李家的人了，能跑到哪里去？他只是去县城采买些东西，赶明就得回来。老太太赵娟急赤白脸的对李卫国说：“老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们杨家可没亏待你家孙子。他上次来我们家，老太太我还炖了老母鸡给他吃。咱们都要成亲家了，你还揪着这么多人来我家，不想做亲家了呀？”他看到这帮人面露凶光，心里不禁犯怵。孙子他宝贝，儿子他也宝贝，可不能被打了。呸！老太婆，你少说话，不然一会第一个打你。我露出厌恶的表情。老太太最难缠，几次装疯卖傻，要不是自己家都是老实人，非打死她不可。但那是上辈子，这辈子谁做老实人了？老太婆再敢耍横，今儿非揍她不可。你这混小子怎么和我说话？我可是你奶奶。奶奶的腿，你也配？老太太刚说一句就被对了回来，气得脸都红了。奶奶别生气。旁边扶着老太太的杨雪安慰了几句，也微微皱起眉，心说这个姐夫怎么大变样了呀？但看到奶奶气呼呼的，她心里有一点阴暗的爽感。杨雄，我儿媳妇呢？是不是跑了？你给句准话，我们家明天可就要办喜事，你们家不能这么做事。喜事没有新娘子，这不是让我李家丢人现眼吗？你必须交出新娘子，不然今儿这事不能善了。杨雄自然不会轻易承认，没有的事，就是去县里采买东西去了。你这老东西还在骗人，你是想害死我们家？我见便宜老丈人还在硬熬，多年怨气再也忍不住。当年接亲的时候就是各种忽悠，最后新娘子没接到，宴席上一众亲戚眼睁睁地看着我家成了笑话，在当地被嘲笑多年。从那以后，李家出门都抬不起头，说媒的也不来登门了。爷爷更是郁闷了好几年，最后带着遗憾离世。今是说什么也不能吃这个亏。杨晴偷了彩礼，坐车去了省城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什么省城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杨雄一家人见我戳破了女儿逃婚的事，顿时一惊，把3金给我还回来，还有500块钱的彩礼钱。新娘子跑了，你彩礼必须还回来，咱们再谈其他赔偿。可3金都被偷走了，500块钱的彩礼钱也被偷了，杨家哪里拿得出来钱啊？杨雄脸色铁青，没说话。老太太耍起无赖：“老天爷啊，你们太欺负人了！当我们家没人是吧？什么彩礼给了我们，凭什么退？你们有本事就打死我们拿回去！”老太太还想着给她孙子筹备结婚，彩礼自然不想退。退什么退？我家大丫头又不是死，你们等她回来就是。他人都跑了，他能回来个屁啊！我们家明天就结婚了，我们没有新娘子算怎么个事啊？你们杨家就是这么干事的吗？李元朝见杨家如此无赖，气得上前几步就想动手。他一动，其他跟着来的人自然也摩拳擦掌。你们想干嘛？别乱来呀！杨雄等人不由紧张的往后退，面对这么多人，还是挺吓人的。杨雪怕自己父母被打，连忙劝我：“姐夫，你不能这么干，我姐跑了，我们给你找回来就是，你千万别干傻事。”找回来？呵呵，我明天就结婚了。你能在这之前去省城给我找回来你姐吗？我看着便宜小姨子冷笑了声，省城那么大，怎么可能短时间内找到一个人？那等于大海捞针。我此时又仔细瞧了瞧这个便宜小姨子，身材不错，脸蛋很俊俏，还是大学生，听说是化学博士，毕业后在化妆品公司工作，一年几百万的收入，是杨家最有出息的一个。若是娶过来，比他姐可强多了。我明天结婚，必须有新娘子。你们要是不想退3金还彩礼钱也行。小姨子，你代替你姐跟我结婚吧。杨雪顿时脸一红，愣在了原地。重返80年代，再次面对未婚妻在结婚前夕跑路，我果断集结全村人口杀到他们家去。既然老大跑了，那就让上大学的小姨子替嫁。上一世这个便宜小姨子毕业后在化妆品公司工作，一年几百万的收入，这不比娶他姐强多了。杨雄见我竟然打起了他小女儿的主意，立马破口大骂：“二龙，你小子想什么美事呢？和你订婚的是大丫头，可不是二丫头。我这丫头可是大学生，彩礼钱起码1500块，光给3金自行车缝纫机还不够，还得全套家具，最好还要有一间红砖大瓦房才行。”闻言，我不禁在心中开始怒骂：“真不要脸啊！大女儿已经带着我给的彩礼跑路了，如今还想再要一份，我看你是在想屁吃。”我并没有惯着他，大手一挥：“既然我媳妇跑了，你家必须赔给我一个新的。杨雪我要定了。”我话音刚落，年轻力壮的率先擒住杨雄，然后另一批人挡住王红梅和老太太，我则带着几个人去抓杨雪。你们敢动手，老娘跟你们拼了！老太太赵娟眼看李家竟然真敢动手抓人，立马急了，扑向人群，可还没走过来，就被几个小年轻给架到一边去了。别动我娘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杨雄一看自家老娘都被架走了，顿时急得眼睛通红，也想拼命，但架住他的人都不是好惹的。一个汉子立马一脚踹过来：“再吵吵我弄嘎你啊！”再看杨雪这边也是疯狂的大叫：“我不走，我不嫁给你，我是大学生，你们不能这样子对我，你放开我！”眼看杨雪就要被带走，突然冲过来一群人，带头的正是刚才悄悄溜走的杨广。杨广，你小子还敢回来？我怎么不敢回来？况且我是来给你送福利的。什么福利？我最近在做的美食任务，跟着商家在各大商城平台做推广，做美食点评，每天最少可得50到150。打开咱们的微，点发现，点视频号搜索10粉元，给客服发个797，等待客服回复即可。好的，
一会我也去试试。放开我妹妹！他带着村里的熟人终于赶过来了。一名胖子凶神恶煞地指着李家众人喊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这位叫王胖子的是一个大混混。阳光眼看着我拉着他妹妹往外走，人模狗样上前拦住了去路。他还指望这个妹妹再给赚一笔彩礼钱呢。我一看这个便宜大舅哥拦着自己，立马眼里充满愤怒，不客气的一拳头打过去。去你妈的！上辈子接亲的时候，自行车缝纫机都送过来了，这家伙还装无辜说妹妹在化妆，让我等一等。最后才知道新娘子连夜跑路了，而送过来的东西都被这个大舅哥据为己有。哎呦喂，你敢打我！挨了一电炮的杨广不禁呼痛，看我这边动手了，顿时所有人打成了一团。砰的一声枪声，所有人听到枪响，下意识地停下了手中的事情。这时候安静下来后，才终于听到了警车的声音。虎子，你可算来了！三爷爷放心，有我呢，肯定给你主持公道。威武青年名叫李虎，是李家这一脉比较有出息的人，人狠朋友多，还是公安，谁都要给个面子。一群杨木庄的人也认出李虎的身份，个个露出警惕审视的目光。王胖子偷偷往人群后躲了躲。我前几天才犯事，可不敢落在这人手里。胡子哥，我松了口气，有胡子哥这个公安在，事情就好办许多了。李虎对我点了点头，然后扫视了在场所有人一眼。你们是在聚众打架吗？一群人全都摇头，谁也不想被抓进局子。老太太赵娟突然挤过人群，坐地上哭叫起来：“青天大老爷啊，你可要给我们家主持公道啊！有人想抢我家孙女当媳妇，这不是强盗是什么？”行了，你家做的屁事你还有理了？李虎可不给好脸色，前因后果他知道。三爷爷家明天没有新娘子，肯定得被人嘲笑。杨雄，你女儿跑路了是不是？他看向鼻青脸肿的杨雄，杨雄被好几个人围住，可没少挨打。李胡子，你可不能偏袒你自己家人了，我女儿没有跑。让你说话了吗？再说话，把你嘴巴缝起来。闻言，王红梅脸色涨红，但李虎的名声让他不敢再说了。杨雄却知道老婆的意思，不承认，坚决不能承认。我女儿没有跑，她就是去采买东西去了，明天就能回来。心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，大不了让李家告他就是了。他们有亲戚在法院呢。胡说八道！你女儿已经坐车去省城了。虎哥，我3斤都被杨青偷走了，他人也跑了，他们杨家这算诈骗罪吧？把他们都抓起来关进局子。什么诈骗罪？你胡说什么？杨雄急了，赶紧辩解。80年代的诈骗罪还是挺严重的，他可不想背上这么大的罪名。见状，李虎眼前一亮，不错，是这么回事。诈骗罪起码得关5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严重的无期徒刑。老太太赵娟坐地上哭喊：“你们公安吓唬谁呢？你说判就判，你以为你是大元帅啊？”李虎呵呵一笑，看向杨雪：“老太婆，你别和我耍混，你不信我说的话，那你问问你家大学生，他比你懂法，你问问他诈骗罪能判多少年？”奶奶，诈骗罪很严重的，真的能判好几年。我看火候还不够，指着便宜大舅哥杨广说：“胡子哥，先把这家伙抓了。”李虎也懂我的意思，这是要擒贼先擒王。杨家就杨广一个男丁，宝贝的不得了，拿下杨广的其他事都好办了。把他抓起来！一声令下，几名公安冲向杨广，把这1.8米的大个子按在了地上。杨广疼得嗷嗷叫：“救我！救我！我不想蹲监狱！”哎呀，我孙子哎，我宝贝大孙子！老太婆赵娟听着孙子惨叫，又哭又喊的，然后埋怨自己儿子：“杨雄，你个狗东西，还不救你儿子？我的宝贝孙子，你可受苦了！”杨雄此时气势已无，有气无力的点了点头。行，杨雪代替他姐嫁给你，把我儿子放了吧。不，我不走，爹，我不想嫁。杨雪眼泪瞬间哗啦啦的掉下来，哭的那叫一个惨。李虎对着在场的杨雄等人威胁道：“这事儿今天算是了了，我三爷一家不和你们一般见识，你们明天最好乖乖的出席婚礼，但要是捣乱的话，老子绝不客气。”回李家村的大卡车上，一群人高兴无比，仿佛打了胜仗。杨雪则一路哭到了李家。回到房间，我看着床上绑着跟个蛆一样的小姨子，杨雪，别挣扎了，你就乖乖等着明天拜堂成亲吧。不，我不嫁，我不嫁，你这是犯罪，我要去公安局告你。去啊，你有本事就去。我冷笑着朝他走去。重生80年代未婚妻在结婚前夕跑路，我果断决定去把小姨子抓来替嫁。没想到老丈人一家却准备大闹婚礼现场。正当我准备给杨雄和王红梅敬酒的时候，俩人却摆起了谱。杨雄甚至阴阳怪气的哼了声：“你的酒我可不敢喝。”他们这么不给面子，自然惹得李家这边的人不满。杨雄就是想让二龙难堪，故意不接他的敬酒。我脸色阴沉，低声咒骂了句：“老东西，给你脸了是吧？”你小子说什么？竟然敢大庭广众的骂我老东西，太放肆了吧！他猛地要站起身，趁此机会掀桌子，一只大手突然按在他肩膀上，回头一看是李虎。老叔，今天我弟弟大喜的日子，人家给敬酒呢，不喝多不给面子啊！喝了酒大家都好，别把事情闹得太僵。李虎，我们不接酒你也要管，你未免管得太宽了吧？别以为当个小公安就牛了，我表叔还是法院的呢，别欺人太甚。老子今天就不喝这杯酒了，我就要来个大闹天宫，把你们李家的婚礼搞砸。别乱来，姓杨的你最好坐下来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来啊，谁怕谁？我不喝你酒还犯法了不成？事到如今我女儿已经嫁给你家了，那我们就不算诈骗了。你能奈我何？我现在就是要借着你敬酒闹你的婚礼，
来啊，较量较量！一旁的杨广见老爹终于要发飙了，心情激动无比，刚要起身跟着喊几句，旁边眼疾手快的就把他按下来了。敢搞是老子弄没你！被按回凳子上的杨广一脸的尴尬，连忙说：“我就是想起身刀个菜，没别的意思。等我默默给你加油，你继续。”杨雄豁出去了，正要大吵大闹来波大的搞事情，突然李虎在旁边笑呵呵的问：“王胖子是你们侄子吧？他前几天犯了事，打伤了人，我今早在县城正好碰见他，就把他抓进局子了。他说你们也知道他打伤人的事，你们是不是知情不报，故意窝藏罪犯了？”杨雄一惊，王红梅不禁心突突的想，他侄子王胖子本来就是大混子，什么时候被抓都不稀奇，但今天被抓还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来，那就是威胁了。怪不得上午的时候联系不到王胖子，原来已经进局子。不知道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，就是他打伤人，关我们什么事？两个老东西赶紧和王胖子撇清关系。李虎笑呵呵地说：“可我听说他经常去你们家吃饭啊，你们知不知道对犯罪者知情不报，刀毙罪犯是什么下场吗？我可以把你们抓起来，说你们是一伙的，判你们3、5年的都没问题。”80年代能在警局混上小队长的人，都是个顶格的狠人，李虎也不例外。他的狠劲是肉眼可见的那种，让你以为站在面前的不是衙门的人，而是土匪恶霸。不，你别胡说，我们没有包庇他，他犯了罪与我们无关。杨雄和王红梅吓得腿都软了，好家伙，这是摆明着要陷害我们是吧？没事，我也就随便一说。李虎笑了笑，杨雄和王红梅又气又恼，却不敢反抗，憋屈无比的坐回凳子上，充满怨毒的瞪了眼我，然后又瞪杨雪。我心下松了口气，让堂兄提前抓了王胖子，果然是对的。没了王胖子当后盾，杨家底气便没那么足了，想要乱来也掀不起风了。不过倒是没想到，他们打的主意是让杨雪大闹婚礼，好在这个计划也被及时识破，让他们没了办法，最后不得不亲自上阵。确实没想到自己这边提前抓了王胖子，3言2语就让俩老东西没了脾气，一场婚礼闹剧又被化解。一转眼宴席已经结束，乡亲们也都差不多走完了，没想到杨广又耍起了酒疯。二龙，你个王八蛋！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早就看上我家杨雪了？你来我家相亲的时候，我就记得你多看了我小妹好几眼，你果然居心叵测，早就盘算着娶你小姨子的这一天呢，是吧？你可真不要脸！杨广他今天喝了不少酒，然后越想越气，他老杨家何是这么憋屈过？俗话说酒壮怂人胆，何况李虎也走了，他便来了劲，特爷们的指着我朝着众人喊：“都来看看啊！这家伙觊觎他小姨子，抢走了我妹妹来结婚，他不要脸！”我飞奔过去，一脚踹翻杨广，开始对他疯狂输出。上辈子送给杨家的自行车缝纫机，都被这个大舅哥拿去结婚用，自己打官司都要不回来。今次他爹妈都走了，他还不走，留在我这里和我罚酒，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杨广被打直接酒醒，嗷嗷求饶，我却越打越狠，狠狠发泄着自己的怒火。打得差不多了，我看着躺地上晕过去的杨广，转头对黄毛说：“二子，用你家3轮车把他给我送到杨木庄。”重生80年代未婚妻结婚前夕跑路，我反手抓来小姨子替嫁。经过2天的风波，我终于娶到了小姨子。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搞钱，于是我打算卖辣条创业。我带着杨雪前往县城购买制作辣条的材料。很快到了县城菜市场，我花8毛钱就买到了做辣条的材料，满满当当的一大包。这时候的物价是真顶啊！杨雪好奇地看着周围，见远处有卖鱼的摊位，不由说：“我去买点鱼吧，给爸妈他们煲鱼汤喝。”行，你去吧。我还要买人造肉，便让他自己先去买鱼。没想到他刚走几步，突然有人叫他：“杨雪，是你吗？”是个卖玉米的摊子，摊主是个17、18、9的姑娘，长得5大3粗。杨雪认识这人，是她初中同学王二喜，以前经常欺负自己，不过也有年头了。他现在自认是成熟的大人了，所以还是装着大方的和杨雪打招呼：“杨雪啊，你命可真好，我听说你考上市里大学了，恭喜啊！”王二喜笑着说，语气有点阴阳怪气，让人不舒服。杨雪皱了皱眉：“你咋样啊？好长时间没见了。”“我能有啥事？帮家里干活呗。我又美，你长得漂亮，脑子好，能考上大学，只能在家喂猪种地了。”王二喜憨憨地说，还装模作样的笑了笑。这次杨雪很确定王二喜就是在噎人，心里有点生气。你自己都不努力学习，怪人家考上大学。他也不打算多聊了，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可不想给自己找气受。那你卖玉米吧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怎么不帮衬着点老同学买点玉米啊？王二喜叫住他，道德绑架起来。杨雪犹豫了下，蹲下身子挑拣起玉米。好啊，那我买几根回家煮着吃。他强撑着心里的不快，打算买几根玉米。挑了5根玉米后，他让王二喜称了下，问：“这些多少钱？”正想掏钱付账，只听王二喜说：“算你1块钱好了。”杨雪抬起头，震惊地看着他：“5根玉米1块钱，你抢钱吧？1块钱都可以买1口袋玉米了。”王二喜装无赖地说：“就这个价啊，我这可是好玉米。好玉米5根也卖不了1块钱，我不买了。”杨雪生气地站起身就想走，他这分明是想坑杨雪。王二喜立马拉住他，急赤白脸地喊：“咋地呀？成了大学生就牛逼了？说不买就不买啊？苞米皮都扒了，你不买了？你不买我卖给谁去啊？不行，你必须掏钱。”杨雪没料到与以前相比，王二喜更过分了。上学的时候就联合其他同学欺负自己，现在还想强买强卖。
大家伙都来看看啊！大学生买玉米不给钱了。见大家都望过来，杨雪急得不轻，却无法挣脱王二喜的手。王二喜眼露疯狂，臭婊子，以为考上大学了不起啊？你从小就看不起我，以为自己长得漂亮，学习好，皮肤白，所以看不起我们农村人是吧？呸！你就是一个贱人！杨雪委屈无比，明明是她看自己漂亮，经常欺负自己，怎么恶人先告状啊？放手！你给我放手！不放，我就不放！这时候突然一声大喝，一道身影凌空踹向王二喜，王二喜瞬间倒飞出去。二龙可没打算放过他。马德，欺负我老婆是吧？强买是吧？老子打死你！王二喜叫的和杀猪似的，周围没人敢上前。杨雪上前拦住二龙，别打了，她是女人。我抬起的脚愣在半空，仔细瞧了瞧脸上有鞋印的王二喜，然后继续踹。马德，长这逼样，老子还以为是个男的呀！操，女的照打不误。别这样，二龙会把他打坏的。杨雪虽然感动二龙为自己出头，可也怕他打伤人，我没管他，依然拳打脚踢王二喜，直到打累了，这才放弃打王二喜。眼看周围看客越聚越多，我朝着趴地上的王二喜吐了口痰。马德，今天放过你这奸商！我指着死狗一样的王二喜对周围人说：“这人想占我媳妇便宜，老子揍他天经地义。”有不明所以的路人闻言，露出恍然的表情，随着投来了敬重的目光。行了，我们赶紧走吧。杨雪怕出事，赶紧让我走。我提起地上买的调料，牵着杨雪的手挤出人群，走出菜市场。杨雪才松了口气。你怎么能打人这么狠啊？我以为是个男的欺负你呢。放心，我不打媳妇。杨雪哭笑不得之余又很感动，想到王二喜的惨状，她有一丝爽快，又有一丝担心。我那同学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我都照着屁股肚子踹的，死不了。二龙上辈子为了赚钱，他当过拳馆的陪练，知道人身上哪里打了没事，哪里致命。别看他打得狠，却都是腿到肉，踹在肉多的地方，疼是真疼，但肯定死不了。你材料买好了吧？那我们赶紧回家吧。这离晌午还早了点，咱们去找我胡子哥，我找他有点事。那边死狗一样的王二喜终于迷迷糊糊的醒过来，只觉得脸疼的仿佛不存在了似的，几滴泪水不由顺着凸起的肉流下来。我要去告你们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我刚到李虎办公室与他商量银行贷款的事情，没想到王二喜却来报案。李虎走出办公室，便看到鼻青脸肿的王二喜。兄弟，咋回事啊？被谁打的？我是你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没看出来。李虎尴尬的笑了笑，然后生气的指着王二喜对其他人说：“你们看看，竟然把一个女孩子打成这样！现在的黑社会太猖狂了，咱们前几年才严打过，现在又死灰复燃，我看还得再严打，把这些坏蛋一网打尽。”大厅的普通群众听见如此青天大老爷的发言，不由纷纷鼓掌。王二喜见状也感动不已。谢谢同志，你们一定要帮我抓到那对大坏蛋。你放心，我肯定帮你抓到那些小流氓，把他们绳之以法。李虎正气凛然地挺起胸膛。随后一名小同志问：“你说你知道打人的叫什么名字是吗？”“是的，你的叫杨雪，男的我不清楚。”王二喜眼里充满憎恨地说。这时二龙和杨雪从办公室走了出来，王二喜骤然见到仇人从办公室走出来，激动得语无伦次，指着二龙和杨雪喊：“是他们，就是他们打的我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”“不是吧？你确定？”李虎惊讶地看了看三人。“就是他们打的我有现场证人，有很多人看到了他们打我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”二喜气得跳脚，指着杨雪破口大骂：“小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你等着进监狱吧！”然后又指着二龙喊：“还有你个小王八蛋，你也进监狱吧！你们一对贱货，都去死吧！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！”这时候一道身影冲上前去，一巴掌扇王二喜脸上，咒骂道：“给你脸了，老子今天弄死你！”救命啊，长官，打人了！李虎也上前，一边帮着挡住同事，一边偷偷掏了几拳王二喜。随后李虎又赶紧装模作样的拉开了二龙。瞧周围人都看过来，不禁义正言辞地说：“住手！二龙，虽然这人打了你，你还手属于正当防卫，但你不能在这里打人，这是不对的。”王二喜他没想到二龙在这衙门也敢动手打人，他认为这人简直是个疯子。你们看到了吗？他又打我了，你们还不把他抓起来？二龙早有准备，指着王二喜说：“他污蔑我，还骂我和我媳妇，你们都听到了，我要告他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！”一个小同志皱起眉不悦地说：“同志，你当我们眼瞎吗？我们明明白白看到了一切，你可不能把我们视若无物，颠倒黑白。”杨雪露出一丝担忧，知道今天不能善了。对不起啊，王二喜，我们愿意赔钱，你看可以吗？王二喜见杨雪想赔钱了事，眼里不由露出一丝兴奋和疯狂。我不要赔钱，我要看到你们坐牢，尤其是这个男的，必须抓起来坐牢。你杨雪要是坐牢的话，怕是会被大学退了吧？二龙见王二喜一副马上大仇得报的表情，不禁冷笑了声，对李虎等人说：“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打他吗？因为他坑人，他摆摊卖玉米不假，但他5根玉米卖给我媳妇1块钱，还想强买强卖，拉着我媳妇的手不让我媳妇走，我这才一气之下打了他。5根玉米1块钱，你们说我该不该打他这个黑心的奸商？”此时众人听完他的说法，顿时恍然，全都望向王二喜。5根玉米卖1块钱，真不要脸！1块钱能买1麻袋玉米了，5根玉米顶多1毛钱。
你咋好意思这么坑人的？刚才还义愤填膺的小同志，想着不管如何都要拿下二龙，不能让打人者如此嚣张，哪怕他亲哥是我们队长也不行。但此时听了原委后，他再看王二喜，只觉得这女人咋地这么丑啊！李虎眼前一亮，王二喜，我问你，我兄弟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他怒目圆瞪，威严无比。王二喜见情势逆转，所有人瞬间都不站在他这一边了，立马腿都软了，拼命解释：不是，我没有，我是想和他开玩笑的，我和他是同学，我没想坑他。李虎大手一挥，让人带走王二喜，然后对看戏的众人严肃地宣讲：诸位放心，我们不会错抓好人，同时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不法分子，这种黑心商人我们也是见一个抓一个，绝不留情。王二喜一农村人，哪里进过局子？一听要进局子，立马把前因后果说了出来，也不要什么赔偿了，只求坦白从宽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二龙也不是真想让王二喜进局子，也就是吓唬一下他。随后骑着车子带着杨雪回了村子。接下来的1个多星期，杨雪几乎见不到二龙人了，因为他天天出门，一边要往县城跑贷款，另一边还要找人购买制作辣条的机器以及找厂房。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敲定了一切，终于迎来了辣条厂开业的日子。威龙食品厂开业这天，请来了不少人，村子里的人自然都悉数到场，还请了县里的领导。县领导笑呵呵的语重心长的对二龙说：你要好好干呢，咱们国家正鼓励年轻人创业，县里可给你贷了不少款，你不能让国家失望，让县里失望。领导放心，我肯定办得红红火火，多交点税。很好，你有这个觉悟就好，千万别偷税漏税。好的，领导，我一定不辜负众望。应付完县里领导，还要接待各个供货商，都是来捧场的，二龙得照顾好喽。正当二龙带着众人参观的时候，一个黄毛小伙飞快地跑向了他。二龙哥不好了，你们家大门被一群人堵了。重生80年代未婚妻在结婚前夕跑路，我果断决定去把小姨子抓来替嫁。迎娶小姨子后，我打算卖辣条创业。就在辣条厂开业的日子，却有人告诉二龙他家被一群人给堵了。等二龙到了家门口，果然发现一群人堵在门口，带头的是老丈人杨雄。大舅哥杨广一见到他露面，立马仿佛老虎见到了傻狍子，兴奋地喊：二龙，你哪里跑？你不是喜欢打我吗？来啊，再来打我一个试试。二龙看到老丈人杨雄，杨广带着一群人堵门，立马心知不妙，但他依旧神色镇定，不慌不忙。老丈人带这么多人来我家吃饭啊？我家米面可没这么多。二龙笑眯眯地看向老丈人杨雄，心里盘算着如何脱身。杨雄哼了声，指着儿子杨广的脸：你看看你给我儿打成什么样子了，我那丫头也是个白眼狼，看着你打他大哥他都不管。对，他就是一个白眼狼，我被按在地上揍啊，我那妹妹都不说帮我拦着点，现在脸都没消肿呢。是，他是白眼狼。二龙附和了几句，然后偷摸打量了眼其他人的站位，心里想着一会儿如何脱身。你爸妈呢？他们都不在家。不在家？去哪里了？是不是去地里干活了？你把他们叫过来，我有事和他们说。什么事？你和我说就行。行了，反正也是关于你的事，你打了我儿子，这笔账得算。但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，咱们得盘盘。什么事？能比我打了你儿子还重要？彩礼钱，你们家必须多给我们500块钱的彩礼钱，还有之前说好的大自行车和缝纫机，都给我送到家，别给我拖着了。杨雄生气地指着二龙说：自行车缝纫机还没送你们家吗？不会吧？是不是搞错了？二龙开始装模作样：你小子装傻充愣是吧？自行车、缝纫机你啥时候送我们家了？你想贪墨骗礼是吧？王胖子不耐烦地说：和他废话什么？揍他！今天把他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拿了。一群人群情激愤要围殴二龙，二龙忙说：不就自行车缝纫机吗？肯定给你们送。杨雄见二龙也能认怂，心下大定，脸上露出一抹胜券在握的笑意。自行车、缝纫机都是答应好的聘礼，你们理应早就送过来才对。现在再说说彩礼钱的事吧。是，你说的对，自行车、缝纫机都是聘礼，是我们疏忽了。二龙上前几步，离得近了些地说。杨广下意识地捂住脸喊：别过来啊！你还想动手啊？大舅哥，你们这么多人，你怕什么？王胖子嫌弃地说：老表，利索点，别在我兄弟面前丢人了。老子今天带了这么多兄弟帮姑父和你撞的，撑场面，你居然也能怕，真尼玛丢人！杨广有点挂不住脸：谁怕了？老子现在都敢揍他！接着他瞪二龙：看什么看？信不信老子抽你啊？杨雄皱了皱眉，他嫌弃地拉开儿子看向二龙：咱们农村结婚讲究各门当户对，女娃娃找个好婆家，男娃娃娶个好婆娘。我家大丫头不争气，初中毕业，但她人长得漂亮，能挣钱，1个月能拿回家10几块钱，所以要你家500彩礼钱。大自行车、缝纫机不过分，那3金也是该给的，不是多要的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是，你说的都对。二龙笑着点头，也不反驳，心里早已骂翻了天。那年代500块钱彩礼钱，再加上3金，可绝对不是小数目，都够娶城里婆娘了。他们家简直就是卖女儿，这时候居然还立贞节牌坊了。杨雄见二龙没有反驳，语气和神态更加带着一种高高在上。而我家二丫头不止人长得漂亮，更是大学生，全村就出了这一位，我们还指望着她找个城里人嫁了呢，以后户口也是城里的，那多金贵啊！可现在呢，被你抢走，
当了你李家的新媳妇，可你李家是怎么对我们的？大打出手了，还不把说好的自行车和缝纫机送过来？你们做事太过分了！王胖子凶神恶煞的用棍子指着二龙，一副要砍人的模样。对，太过分了！你们不能这么欺负我姑父家。当我们杨木庄的人是吃素的，信不信我们砸了你家锅底，让你吃不上饭？二龙装作害怕的样子，摆手说：“各位英雄好汉有话好说，老丈人是想让我们再加500块钱，没问题的。”杨雄微微挑眉，眼里闪过一丝光，他倒是没想到如此容易。杨广立马欣喜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我们已经写好了字据，你签个字就行。二龙拿过字据看了看，只见上面写了几行字：因杨家大女儿杨晴外出打工，所以二女儿杨雪替姐姐出嫁，李家自愿在原有彩礼钱的基础上多给500块钱，立字为据。杨广此时心里别提对兴奋了，心里想着有了这500块钱，他就能娶村花刘凤霞。而等这便宜妹夫签了字后，他再打二龙一顿出恶气，简直爽翻天啊！二龙看着字据，突然冷冷一笑，骂了句：“你们可真不要脸啊！”就在所有人以为自己听错了的时候，二龙突然一拳头打杨广脸上，然后一脚踹飞老丈人杨雄，最后转身就跑。杨广捂着一只眼睛，气急败坏地喊：“马德，又给我一电炮！我眼睛得罪你了！”杨雄肋骨感觉都要断了，却老当益壮地抄起一根铁锹追上去。一群人呼啦啦地追二龙，一时间村子里鸡犬不宁。此时杨雪站在厂子门口正在张望，突然一道身影冲过来，拉着他手就冲进厂子。杨雪吓了一跳，刚想问怎么了，然后发现了跟在他身后的一群地痞流氓，还有爸爸杨雄、大哥杨广、表哥王胖子，心里顿时明白怎么回事。这时候二龙却突然停下来，回头对杨雄等人嚣张地喊：“一群沙雕，有本事过来啊！”20几个地痞流氓也没看清楚这是哪，直接冲进了厂子，然后带头的一王胖子瞬间便来了个急刹车，满脸的震惊和惊恐。此时20多个小流氓已经发现了不对劲，这是做工厂空地上站满了人，而且有不少的叔叔在维护现场秩序。所有人见到这些小流氓闯进来，全都一愣，齐刷刷地望向他们。爹，这是咋回事？怎么李家村的人都在这里？那个李虎也在，还有好多看起来就挺气派的人，到底咋回事啊？杨雄也弄不明白咋回事，吓得冷汗直流。李虎皱着眉走到二龙跟前，瞧了瞧一众地痞流氓，又看了看王胖子杨雄，心里大概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不禁怒目圆瞪：“你们是想干嘛？还敢携带武器，反了天了！来人，都给我抓起来！”一众小流氓们立马丢盔卸甲，乖乖地蹲在地上。他们早就习惯了流程。杨雄和杨广父子俩没见过这种世面，都懵逼地站着想解释一下。一名年轻叔叔指着杨雄喝了声：“赶紧蹲下！老东西，你带人想砍我，等着坐牢吧！还有杨广，你这大个子在号子里一定很受欢迎。”此时杨广后悔不已，吓得屎尿横流。李卫国等人赶到近前，见此一幕不禁满头问号。二龙直接把自己的遭遇说给众人听。李卫国对杨雄行为十分恼火：“你这亲家咋回事？说好的彩礼钱我们都给过了，500块钱啊，还有3斤。你打听打听10里8乡是不是你家要的最贵？你现在还想加钱？你卖女儿也不能这么卖吧？”杨雄蹲在地上，用很委屈的嘴脸辩解起来：“这是误会啊，我这二丫头是大学生，和你们订婚的是我家大女儿啊，货不对版，你们给的钱太少了，而且你们还打了我儿子，打了不止一次，我都没有追究。”那是他该打。二龙气愤地说，转头看向县领导：“领导们，你们说怎么办啊？我差点被人打死了。咱们当地的黑社会团伙也太猖狂了吧！”县领导已经脸色铁青，他生气不已地指着王胖子等人说：“你们这些地痞无赖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下，竟然敢当众行凶，简直太猖狂了！来人，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，带回去严审。”二龙，我错了，都是我爸指使的，都是他干的，和我没关系。杨广、杨雄被一块带走了，听着儿子不争气的言论，竟然把锅都甩自己身上，心里这个气啊！随着这场闹剧的结束，威龙食品厂也正式开业了。接下来二龙就是要抓紧把辣条推向市场。其实辣条的制作很简单，把孜然、辣椒面、白糖等调料配置好后，热油一浇，香喷喷的辣条酱汁就制作好了。再把人造肉在热水中汆烫1分钟左右，控干水分，煸炒一下，这么一拌，简易版辣条就完成了。重生80年代，二龙到乡下推销辣条，没想到老板们尝过自己的辣条后却哭了起来，表示这是自己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，一时间纷纷订购。不知不觉已到了晚上，那年代乡下还没有招待所，二龙只好到好哥们家借宿。王大志在家没？听到喊声，有一男一女走出来，男的20多岁，身材挺拔，女的也挺年轻，但眉眼间透着股不耐烦，一看就不是好相遇的人。你找谁？男的皱着眉打量着二龙，二龙也好奇地打量着俩人，见男的很眼熟，不禁好奇地问：“你是王大志的哥哥吧？我是李家村的二龙，王大志的初中同学。”李家村那不老远了吗？得有20-30里地了吧？王大志还在地里干活呢，你找他啥事啊？是这样的，我来王庄这边好久没见王大志了，想和他聊聊天叙叙旧。孙芳带着股子讥笑笑了笑，是那种看透你打什么主意的笑。李家村离这可远着呢，你是回不去了，所以想来我家借宿是吧？二龙被道出目的，也不尴尬，皮笑肉不笑的咧了下嘴，心说：这女人咋说话这么不待见人啊？阴阳怪气，鼻子不是鼻子，
眼睛不是眼睛的，好想揍他一顿。你等王大治回来吧，他要是愿意给你留个空，你就在他屋子里睡。孙芳哼了声两口子，转身就回屋了。二龙也不客气，坐在了院子里回想王大治的前世今生。这时候门外有一黑汉子扛着个锄头进门了，见到有外人坐在院子里，不禁一愣，仔细一打量，大人裤衩子的二龙，掉茅房的王大治。俩人正想叙旧，堂屋的门又打开了。那女人孙芳不耐烦地吼王大治：“吵什么？大半夜不睡觉了，赶紧回你屋去！”王大治尴尬地点头哈腰，然后带着二龙要回自己屋。又听孙芳喊：“你看你锄头上都是泥巴，把锄头给我整干净，坏了怎么办啊？真是不知道过活的懒汉！”此时二龙却听不下去了：“你这女人说什么呢？我兄弟刚从地里回来，哪里懒了？咋地呀？你想揍我啊？来啊！当家的你弟弟要和他朋友揍我，你还管不管啊？”孙芳气得跳脚张牙舞爪起来。王大治赶紧赔礼道歉：“对不起嫂子，我兄弟累坏了，他不是有意的。”大治拉着二龙赶紧进屋，孙芳就在屋外大骂特骂各种脏话，二龙听得都攥紧了拳头。王大治却只有苦笑：“兄弟，你大嫂咋这么看不惯你啊？你偷他裤衩子让他发现了，他这么对你。”别胡说，不说我了，你咋样啊？我最近开了家工厂，忙着推销自家产品呢。这不是来你们王庄这边找销路了吗？正好想起你在这边住，便来打牙祭了。说着，二龙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包辣条：“尝尝吧，俺家的辣条。”辣条是啥玩意？王大治打量着巴掌大的小包装辣条，好奇地问，又羡慕不已地说：“你都开工厂了，你可真厉害。小厂子，投资没几个钱，和家庭作坊差不多。”二龙倒是谦虚，可说的是实话。他那工厂和规模简直小得不能再小了，说是工厂也就是轰轰人，和家庭作坊差不多。王大治三两口就吃完了一袋辣条，然后舔了舔嘴唇，看着空荡荡包装，可惜不已地说：“我都好久没见过油水了，你这小零食可真舍得给油。你看看袋子里还剩下好多辣椒油呢，我得留着明天倒饭汤里。”你过得也太惨了。二龙生出一丝同情心，这时代吃不饱饭的人不少，但王大治家有地有房，比许多人都强多了，还穷成这样也是没谁了。你要不回头跟我干吧，我那边正需要人。二龙心想，昨天一下午就有上百订单，之后只会越来越忙，与其招收外人，不如安排自己人，关键还知根知底。王大治惊讶地看向二龙，倒是没料到他邀请自己。我那边工厂火爆得很，你跟着我干，一个月起码也能几百块。几百块？你开玩笑吧？开什么玩笑？我说真的，而且包吃住，有提成和奖金。二龙劝了几回，王大治便心动了。王大治感激地对二龙连连道谢：“兄弟，你真帮了我大忙了，我在这个家确实待不下去了，能跟着你去李家村那边，我也算脱离苦海了。你待我的好我记着了，走，我带你去看到好东西。”他双眼发亮，拉着二龙就往外走。二龙不禁好奇地问：“都这时候了，你想干嘛去啊？别想拉我去小树林，我对你可没兴趣。”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跟我来，我带你去看好东西。俩人不一会儿来到村头一户人家的屋后头，二龙不禁犯嘀咕：这小子想干嘛？难道跑这里拉屎来了？可真会选地方。你看，好东西。到了一个亮着灯的屋子，王大治眼露一丝狡黠和暧昧。二龙狐疑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探出头往屋子里看。此时一个女人正在洗澡，男人只因偷看寡妇洗澡，没想到却被连砍88刀身亡。王大治带二龙偷看寡妇洗澡，却意外撞到小流氓准备猥亵女人。刘寡妇好看不？不要脸，别出声，等我看清楚再告诉你观后感。这时候屋子里的刘寡妇突然喊了声：“谁在外面？”二龙和王大治齐刷刷地缩回脑袋，心脏砰砰跳，面面相觑，都流露出一丝恐慌。看寡妇洗澡，这要是被发现多丢人，多尴尬呀！然后是一个男人猖狂的声音：“刘寡妇，你在洗澡啊？呵呵，真好看。王珂，你想干嘛？你给我出去！你守寡这么多年，不如我来给你温温床。”二龙和王大治都是一愣，看向屋子里，透过窗户，他们看到一个中年男人正在靠近刘寡妇。“你不要过来！你再这样，我叫人了。”“叫啊，你叫一个试试，让人家看看你没穿衣服的骚样子。”王珂是一个小混子，整天无所事事，打老婆、喝酒、赌博，人见人烦的主。他还经常骚扰刘寡妇，如今竟然闯空门，想欲行不轨，简直不做人。眼看刘寡妇想跑，王珂也不是吃素的，拿着手里的酒瓶子砸向刘寡妇的后背。刘寡妇扑通一声摔在门外，王珂上前几步揪住刘寡妇的头发，哈哈大笑：“跑啊，你倒是跑啊！”刘寡妇疯狂地挣扎着：“你放过我吧，不要再来骚扰我了，求求你了！”妈的，给你脸了是吧？老子找你是你的福气，你这种过门当天克死自己丈夫的克星，有谁愿意找你啊？觉得自己有几分姿色就牛逼了是吧？给脸不要脸！王珂拿着刘寡妇的头砰砰磕地上，然后看着流血的刘寡妇呵呵奸笑：“老子今天就强了你，然后明天满庄子宣传你勾引我。”就当王珂抬起手就要再次暴打刘寡妇，就听有人喊了声住手。王珂酒醒了一半，猛地抬起头四下张望，他没看到有人，却看到了跑进厨房的刘寡妇，不禁恶毒的嘲笑和谩骂：“贱女人，你果然有姘头啊！平常装的多贞洁烈女，原来早就背地里找了男人，不要脸的东西！老子今天就玩死你！”他咔咔走向厨房欲行不轨，突然一道人影从厨房跑出来，手里拿着菜刀，眼睛充满血丝，朝着王珂脑袋就砍下去。
瞬间王珂脸上被砍得皮肉翻滚，眼球炸裂的大喊大叫起来。但刘寡妇此时已经疯狂了，根本什么也不在乎了，拿着菜刀就像剁菜一样。灰白的月色下，只有女人和男人的尖叫，然后是剁骨头的声音。二龙和王大治看得浑身汗毛竖起，动都不敢动一下，仿佛被定身了一样。而这时候，院子里的疯狂喊声和剁肉声引来了村民，他们探头往刘寡妇院子里一看，便见到赤身裹体的刘寡妇正在用菜刀砍一个人的脑袋。不到半个小时，王庄的人几乎就都围在了刘寡妇家，包围了个里3层外3层。擒住他，这女人疯了！几个青壮年瞬间就擒住刘寡妇，不让她挣扎和动弹。王庄的人对刘寡妇开始指指点点，大多数都是在猜测王珂和刘寡妇怎么反目成仇的。他们所有人都认定了刘寡妇和王珂的关系是情人，而这也是情杀。只有人群后头的二龙和王大治浑身冰凉。陈塘，罢他陈塘，勾引男人的骚货，败坏我们王庄的名声。一群村民指着浑身是血的刘寡妇义愤填膺，喊打喊杀。刘寡妇赤身裹体，没有一点尊严的躺在地上，目光麻木。她已经没有什么羞辱心，也不想反抗，她只想死，因为她知道今天没有人能救自己，这事也说不清楚。突然有人跃众而出，大喝一声住手！你干什么？你谁啊？擒住刘寡妇的人不禁喝问。二龙啐道：老子是正义的路人。王庄的人纷纷皱起眉，互相问了问，发现没人认识眼前的陌生男人。孙芳认出来二龙了，指着他问：你啥意思啊？你该不会是他姘头吧？我去你妈的！孙芳愣了下，然后气急败坏：你个小王八蛋，骂谁呢？王波可不是软弱的男人，见弟弟的朋友竟然当众骂自家媳妇，这还能忍？上前就要去揍二龙，二龙也毫不示弱：来啊，老子打不死你！王庄的人自然帮着自家人，也围上去。这下子二龙激起了民愤。二龙眼看人呼啦啦的围过来，心里也发怵，但没办法，他不能眼看着王庄的人动私刑杀了刘寡妇，只能想办法拖延时间，等公安来人。王大治看得着急，冲过去拦：别动手，叔叔大娘们，这是我同学。场面混乱起来，村长王海眼看要发生暴乱，立马吼了声：都给我住手，老子还没死呢！他60多了，在庄子上很有威望，辈分也大，这一吼镇住了所有人。王海怒视这个外乡的年轻人：你是谁呀？不是我们庄子上的吧？你哪儿来的？什么目的？有介绍信、证明信吗？没有，一会儿把你交给叔叔。吓唬谁啊？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李家村的二龙。二龙可不是小毛头，不会被吓到，直接报出自己的来历。李家村和王庄都是一个县区的，大家都晓得，可算不上外乡人。只不过如今交通不便，不是走亲戚，一般农村人也就在村子附近转悠，有的甚至都没去过县城。你李家村的来我们王庄干嘛？这时候王大治站出来了：对不起大家，这是我同学，他来找我玩。王家的小子，你确定他是你同学？见王大治跳出来担保，众人将信将疑起来。孙芳气愤地指着俩人：你们俩赶紧给我滚回家，尤其是你，这是我王庄的事，你个外人给我滚开！我不滚，今儿这是我目睹了前因后果，我要走了。刘寡妇的清白谁来保？二龙斜了眼孙芳，然后转头望向众人，又看向村长王海：刘寡妇是冤枉的，她没有勾引那被砍死的男人，而是正当防卫。村长王海和一众人惊讶不已：你说什么？刘寡妇是冤枉的，正当防卫是个啥？这位姐姐是为了保护自己才砍了王珂，我们亲眼目睹了一切，这位姐姐完全是受害者。当时我们出来撒尿，正好路过此地，便看到一个男人拎着酒瓶子走进了这家院子。刘寡妇似乎在洗澡，这被砍死的男人上来就暴打刘寡妇，还说要强了她。刘寡妇奋力反抗，跑进厨房拿了菜刀，对着还想继续施暴的王珂当头就砍了下去。她这都是为了自保，是正当防卫。我们目睹了一切，我们就是证人，你们谁也别想给她泼脏水。地上的刘寡妇听到最后一句话，不自觉地流出眼泪，然后委屈地哭起来，越哭声音越大，仿佛一个孩子一样。王庄的人听完二龙说的前因后果，不禁议论纷纷。在场几百人都没人觉得他在说假话，因为说得很真实，再加上王珂平日里的为人，由不得你不信。村长王海沉思片刻，然后望向王大治：大治，是这么回事吗？是的，千真万确。他身上的伤足够证明我说的话是真的。那王珂把刘寡妇的头当皮球了，按在地上撞了好几下，你们可以看看他额头的伤。他砍人完全是自卫，是自保。二龙知道要想说服人，不能仅靠说故事，还得拿出证据。王庄的人顺着二龙指的方向，果然看到了血肉模糊的额头。农村人很多时候都很有正义感，是非分明。见刘寡妇不是偷情，而是被侵害，不得不反抗，才杀了人，一个个开始同情起他，咒骂起被砍成肉泥的王珂。这时候，叔叔们到达了现场。